好，这个影片要来简单示范一下怎么样使用我的这个范例档，因为最近要开始教这个 MVC 了，又回头去看当初的这个范例档的使用方式，那有做了一些调整哦，应该在新手在使用上更不会遇到这个问题。好，那这边就要来讲一下怎么使用这个范例档。那有些课我可能后面会提供范例档，那第一步当然就是如果你想要试试看的人，就可以先把范例档给下载回来。那我们这边就做一个下载。好，那下载回来之后，我们就做一个解压缩。那基本上解压缩完之后，就开启这个 SLN 档。那点两下之后就会开启这个 VS2022。我们这个课程的话是用这个 SQL Server 的资料库当做示范。那基本上往后的课程每一个项目基本上都是会跟 SQL Server 紧密的做结合。所以你这边的话，如果要乱起这个范例档的话，我们就要先把 SQL Server 安装好。那如果是不会安装 SQL Server 的人的话，这边有一个安装的教学跟这一个基本操作可以先看一下啊，可以先在这边看一下。那看完之后，我们基本上照我的教学给它设定好之后，就可以进来这个 SQL Server 的这个操作界面。那我这个课程用的这个资料库名称会叫这个 KCG。那可能之后会有很多范例档啊，那每个范例档可能会有不同的资料库内容。那如果你要维持符合我这个范例档的这一个资料库内容的话，那就要先把上次的，可能这个是你之前试用的这一个资料库，我们就先把它删掉。那删掉的时候，这边要注意一下，最好把这个关闭现有连结勾起来。那不勾的话，可能就有可能会删不掉，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把它勾起来。那勾起来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回到刚刚下载的范例档，我们就打开这一个套件管理主控台，然后贴上这个指令。那如果有看之前 Codeforce 的人，就会知道说这个指令它会去把我这里面写好的资料库内容 model 把它重建回这一个我的 SQL Server 这边。那我这边有做一个调整，就是我的连键字串其实是把它改成是这个算是作业系统的认证模式，所以权限是很大的。那大到说就可以直接建立起这个资料库跟里面的资料表，所以基本上你下载我范例档回来之后，输入刚刚那个指令，它就可以成功的建回来。那我们这边重新整理之后，就可以看到 KCG 被建回来了。那这个 KCG 就会是符合我这个范例档的这一个资料库。那我们来打开来看一下，里面的资料表也都被建回来了。那资料表里面也有我预存的一些资料。那所以说，基本上范例档下载回来之后，做完这些动作，基本上应该就可以顺利的执行起来了。那我们就来启动看看能不能正常的执行起来。按下启动不侦错。好，那执行起来发现这里如果有个值或者我这边是 English， 那因为我这边是随便捞一笔第一笔是 English， 所以基本上应该执行起来就会是 English， 那当然也有可能会是别的。总之，如果你执行起来按下启动不侦错，执行起来发现这里是有文字的话，那基本上就代表你的范例档是成功的执行起来了。好，那基本上这个流程这个模式应该是很简单的，就可以把我提供的范例档给执行起来。那这是我目前想到还蛮简单，就可以把我的环境资料库环境重建回来，然后跟我的范例档是可以结合的，然后把它重启起来的一个模式，大概是这样子。那这边就先简单的介绍到这边，谢谢收看。